天塌了！再過1天就是五一了，今年居然沒單。從業10年，從來就沒試過這麼淡的。你可以回家了。你也回家，你也回家，全部都回家了。辞退了，全部都回家，回家去了。现在還要做啥？沒工作了。天哪，這麼大的 T3，只有我一個人，都沒什麼遊客，好震驚啊！現在的足浴店生意都差到什麼程度了？4月25號馬上到5月份了，生意更慘淡，這樣下去，沒有哪家足浴店能熬過五一。今年的五一是將近30年以來，甚至50年以來都不誇張，最差的一年了。你看，這麼好的天氣，整個市場寥寥無幾，生意沒法幹。這2天給我整鬱悶了，整得自我懷疑了。自從開這個店開始10來年了，沒見過這麼差的生意，連房租都掙不回來了，街上壓根就沒人。4月30號早上7點鐘左右，這個市場還剩這麼多貨，今天大中小集體涼啊！哇，全部都係吉鋪嚟嘅。宜山廣場啊，除咗1樓啊、2樓有啲有開啊，其他嗰啲全部都係招租當中。逼的了，又倒閉的了，什麼也沒有了，徹底了，全部徹底了，什麼也沒有了。五一假期走在大街上，空蕩蕩的一個人影都看不到。我就想問問大家，人都到底去哪了？這個五一要拉胯了，今天30號吧，明天是五一勞動節假期的第1天，從30號開始啊，它就沒有什麼單了，而且價格又回來了。你是否也曾在五一黃金周守着個空蕩蕩的店鋪，眼睜睜的看着下款、下裝堆成庫存，心裡卻想不通，明明是大旺季，為什麼沒人來？給你們看一下南京實體的經濟到底有多蕭條。這是一個商場，這個商場在鼓樓龍江繁華的地段，然後裡面的商業基本上都關門了。35歲的我只想告訴大家，長沙的就業環境真的可以用災難來形容。中國經濟持續衰退，百業蕭條，五一長假剛剛來臨，多地商戶都在反映，今年五一很可能是生意最差的一年，估計以後會越來越不好吧。很多商戶都在發視頻說，今年五一假期還沒來，街上遊客寥寥無幾，也沒有什麼人消費，東西沒人買，商家都快要頂不住了。也有網友在評論區說，現在旅遊一般逛街只買吃的東西，就算五一人多也起不了作用，沒有消費經濟振興。真的覺得廣州的工資好離譜啊！最近不是在找工作嘛，我身邊很多朋友也在找工作，我們去面試，好多公司開的薪資我都覺得好離譜啊，2500的薪資和提成又好低。聽說有很多人從過完年到現在沒有上過1天的班，也沒有賺過1毛錢，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呀？家人們誰懂啊？4月本該是我們服裝人的上半年最旺的季節呀，結果呢？現在淡得真的是比7、8月還離譜啊！今天這才4月26號呀，距離五一放假還有幾天呢，而且還是星期天，怎麼感覺部分店鋪已經有放假的感覺了？你們看是不是？今天是流量有點回落，轉化率大幅度的下降，用戶不下單了。真正的黑色星期一呀，晚上一桌都沒有，這個生意怎麼做？現在人消費慾望都降低了，我感覺，這好多人吶。就是感覺每天都買着菜，然後回去自己做。一個時代的記憶啊，設備一戰全部拆遷啊，沒了，全部拆完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感？今年五一的旅遊市場真的有點讓人琢磨不透。從我們旅行社接單的一些情況來看哈，對比往年呢，確實有所回落。實話實說，但是奇怪的是，各大景區的人氣一點都不差呀。其實歸根結底是現在的遊客出行習慣、出行選擇早就悄悄發生了變化了。有商戶說，現在感覺整體就是不消費。就舉個很簡單的例子，比如去吃大盤雞，6、7個人正常的話應該點個大份，但是他們就會去點一個小份的。真是一年不如一年。有開餐廳的老闆說，現在到飯點的時候，店裡沒有一個人，而且不止他一家店，隔壁餐館也沒有人，甚至連對面的瑞幸咖啡店裡也沒有人。開服裝店的老闆也說，國家經濟確實出了大問題。我是做服裝行業的，以前五一來臨前幾天，生意會爆發，很多客人都會買度假的衣服。
朋友圈到了五一，也有很多顧客去各地度假，但是今年朋友圈晒旅遊人少了很多，即便有，也是周边游居多。今年4月底，生意从来没这么差过，不光是差，可以说是惨淡。我做女装已经13年，朋友圈真实顧客4000人左右，都挣不到钱，大家都不愿意消费。网友则说，都一样，现在大家都没钱了，好多旅游花销也少了，也免掉一部分不是必需品的消费。现在那个服装生意真的要把人逼疯。最近听得最多的心声都是，做了几10年的生意了，越来越不会卖貨了，越来越不会拿貨了，感觉自己哪里都有问题。明明都是老服装人，可现在却分到起一天開張都難。這大街上都是出租轉讓，我操，連續4、5家門店全都倒閉了，半條街沒了，嚇死個人啊！轉給你的房東，讓他看看，這還是沙坪壩嗎？沒了，安踏都開了有10幾年了吧，也關了。這條街上都是一些老頭老太太。哎呦，這個新界火鍋這個店也出租了，這個店其實還是很不錯的，環境啊、裝修啊、菜品啊都是可以的，可惜了。剛錄完火鍋店，這中國黃金怎麼還不幹了嘞？哎呦，牛嘞！五一的貨你們都備好了嗎？今天是30號了啊！昨天廣州下了暴雨，今天開始放晴，市場走貨還是不理想，整體來說溫度不夠的，市場的西瓜好貨，價格高的也沒有量，價格合適的質量有瑕疵，也走不快。現在這大環境不好，全國哪兒都不太好。就是我老公他同學在四川成都，也是幹我們這行的，開了6、7家店。就是去年營業款就比前年少了一半，跟我家一樣，正好少了1半多，他少了1半多。那消失的上班族都去哪兒了？你走，埃貝爾醫院在北邊，骨科醫院、巴學園、幼兒園、中泰寫字樓、郵政儲蓄銀行。可以看看後邊高新區委這圈上班上學住戶應該好幾萬，工作日那麼人呢。今年的錢太難掙了，生意太難幹了。剛才來了個朋友，他在鎮上是做餐飲的，開飯店。他那個飯店呢，大概有80來平，找了一個店員，1個月是2000，房租1年是15000，還沒找廚師，廚師是她老公。他問我，你今天生意好幹嗎？今天掙不掙錢？我說你也看到了，咱倆在這聊天聊了半個小時了，就賣了2包口糧。他說那你也比我強，我一個80平的餐廳，昨天沒開張，1毛沒掙。有民眾表示，現在過5一，因為大家都沒錢消費了，很多免費景點是人滿為患。現在國內有權有錢的都去歐美等國家了，有點小錢的人會去東南亞和亞洲周邊的一些國家。很多人出去就不想回來了，帶出去太多的錢，然後在當地投資購買房產或者說開店鋪等，剩下的這些人都是掙扎在溫飽線上的。也有人說，大環境造成老百姓不敢消費，從貿易戰開始之後，外資撤走了，工廠沒訂單了，造成大批工人失業，加上多方面壓力與圍堵，經濟大蕭條。現在老百姓手裡有錢也不敢花。今年這個年一過，很多製造業的工廠可能是再也開不起來了。很多人都在說，關稅戰讓他隨便的打，外貿如果我們幹得不好，我們拼命的去幹內銷，我們內銷的10幾個億的人口還怕賣不出去嗎？實際上這是個大錯的想法。如果是外貿都幹不下去了，那製造業的所有的工廠那都得死啊！這個真的不是危言聳聽了。我不打算再找工作了，因為我覺得人生很重要的一個課題就是與自己和解。從過完年到現在，我找工作陸陸續續也找了2、3個月了，但是迄今為止都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。我真的也不敢想象，我30歲就已經被這個社會淘汰了。我也從來沒有想象過我的人生會過成這個樣子。5一前的這10天，大家生意火爆起來嗎？像往年的這個時候，真的就是很忙的了，1周1次大貨，然後中間還會補3趟貨的那種。但是今年就感覺我1周1次大貨，中間就幾乎是沒有補貨的，就是節奏和2月、3月、4月似乎都差不多。也就現在的顧客買衣服根本就不看什麼節不節日的了，今年能生存下來就已經很不錯了。你看我這裡，
都快搬空了，我的媽呀！广东已经没人了，街上都看不到几个人，以前那種人山人海的場景已經一去不復返了。大量的廠房都租不出去，很多大廠都搬走了，有的搬到了東南亞，有的直接就搬回了自己的省會。看看，這是明光中心地帶大潤發，多淒涼！你就看看這門口的停車位，你看金街裡面的停車位，路上撂棍打不到人。商業界能空出來這麼多停車位，你說要命不要命？2020年剛開始，這是大連開發區原來叫函授食店關門大吉，黃了。我跟你說，這2020年已經過去了1/4。我跟你說，我們國內目前就已經進入到一種極致消費的狀態。你看我身邊全說的，全是這種外賣小哥。然後就這種現象，目前跟你說只是剛剛開始。原來這首是大連開發區啊，你看這種雞頭王的燒烤，前面這個民俗書屋，就這一條街這幾個店哈，不算是高檔，但是跟你說，在這個大連開發區的地方，絕對跟你說是非常非常之爆滿。你現在看這屋裡面是空的，沒有人。我們如果再過樣子下去啊，大家覺得普通老百姓還能支撐好久了？在長沙這座城市啊，看上去依舊是車水馬龍、熙熙攘攘，大家忙忙碌碌的。但是如果你真正走進普通的生活，你會發現很多人其實只剩下一個坑貨了，全靠一口氣在硬撐。有網民說了一個奇怪現象，現在各行各業都在萎縮，倒閉企業到處都是，老百姓收入普遍降低，怎麼會提高消費？但也有個怪現象 ，GDP 卻在不斷增長。聽到看到的報道都是經濟形勢一片大好，國家繁榮昌盛的景象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